吃素很好，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小呀，又可以积阴德啦，又可以环保啦，拯救地球啦。可是同时间大颈包啦，忧郁症啊，精神状态不佳啦，好像吃素的人也是高发群哦。那上一集我们讲到生机饮食就开始有些人有点反感，会讽刺啦其实我蛮开心看到这样子的，因为这一集我们要讲更敏感的话题，吃素到底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吃素吃了那么久，身体没有问题，那 OK， 这个 video 不适合你。我这一集的针对对象是你吃素吃到你身体发生了一些问题。打个比方，你觉得我的肚腩越吃越大哦，我觉得我的气血越吃越虚哦，我的精神能力好像越来越差，晚上睡觉也越来越不好哦。现在人吃素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是因为宗教，有些人他可能要忏悔，做错了一些事情，他也讲我终身如素。有些人讲说我发誓老天爷，如果你让我过了这一关，我就吃素。有些原因是因为养生，因为他们讲菜对身体的负担比较少，没有像肉。如果不吃肉，我们就不会吃到激素啦，不会吃到抗生素啦，这些对身体比较健康。那第三是因为环保，因为可以减低碳的排放量。因为如果你吃牛肉要吃草嘛，那牛肉要从欧洲啦空运过来马来西亚啦，要宰割啦、包装冷冻，所以排出很多的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es。那每个原因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过来人，我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吃过素。今天我就要让你从我的世界看一下，吃素到底对还是不对，吃素到底好还是不好。那第一点，我们讲求自然界的定律。如果我们今天的动物界我们分为两块，草食动物跟肉食动物。我们看一下草食动物，牛羊马它们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们是不积极的，他们是等死，他们就等人来吃他们的每天就慢慢吃，等到狮子来了就哇才慌乱的逃跑。他们不会去想东西，他们不会去 strategize。那第二个共同点，他们是群居动物，每个人就一起吃啦，看到有什么风吹草动，有几个牛走了，那我就一起走了，跟风。可是我们看一下肉食动物像老虎啦、豹啦、黑熊啦、蛇啦、狐狸啦，他们每天都讲，他们每天都在精打细算我要怎样去捕下一个猎物。那第二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独居动物，他们都是独来独往，什么问题都自己解决，什么压力都自己承担的。我们再来反观一下现代的社会你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偏向草食动物还是肉食动物？我们比较偏向肉食动物。讲嘞，现在我们每天回到家都在想什么？我要怎样赚钱？我要怎样成功？我要怎样升职加薪？而且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比较趋向于群居动物还是独居动物？以前人可能我们的是哪一个甘崩，可能都是有什么问题老三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吗？ OK 没有问题，所以心理负担没有那么大，每个人都是一个团体。可是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好像都比较独居一个bungalow里面可能都不知道隔壁bungalow的人住是什么姓什么名字。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形态趋向于肉食动物的时候，你还一直讲说你要维持草食动物的饮食习惯你觉得你的身体承受得来吗？那第二点，人家都是因为误会而吃素，不是因为理解认识而吃素。来打个比方，很多人讲说，你看牛跟羊，他们单单吃草可以吃到那么壮硕，连车撞到他们都会扁掉，所以吃素没有问题，吃素身体也可以强壮起来的。可是问题是到底他们知不知道牛是怎样吃草的？放牛人放它在山上跑，他们可以从早吃到晚，早上、下午、晚上都可是我们人类呢，一天只吃3餐。牛之所以要吃那么多的草，就是因为草的能量不够，所以它从早吃到晚，它才可以有足够的能量来支撑自己的消耗。而且他们没有看过牛吃的草是怎么去吃的。如果你把一群牛放在我的面前我有很多不同的草，然后我加一些牛筋草在之间牛它先会去抢那个牛筋草来吃。为什么呢？因为牛筋草它是补气的，
因为牛基因草它可以活血化瘀的，因为牛基因草它可以恢复元气的。所以你看啊，它牛虽然是吃素，可是它知道怎样吃素，它知道什么菜、什么草可以吃，什么草重点可以吃。可是你看一下我们懂我们怎样吃素没？我们只知道啊，我们不要吃肉咯，吃多点菜咯，然后吃什么素鹅啦、素叉烧啦、素鸡肉啦、豆羹啊等等精致食物。我们都不懂啊，什么菜是良性的，什么菜应该配什么蔬菜炒来吃才适合，我们不知道。那第三点，马来西亚不适合吃素食。那很多人他会讲，你看印度，很多人都吃斋的很多人都是吃素的还是这样健康，他们的那个繁殖能力还是那么强啊，他们的印度工人能量还是那么的强，所以吃素没有问题。欧美国家的一些运动员甚至改成吃素，还可以 break record。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吃素没有问题。那我来解释一下，我在大学时候在印度待过2个月，他们吃饭每一餐都离不开咖喱跟香料的，咖喱粉啦、姜黄素啦、蒜米啦、辣椒干啦、洋葱啦，全部是温性食物。有些他们吃拉木叶啦、拉木籽啦，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壮阳的嘞。所以他们的饮食里面啊，他们吃很多的温馨的素食类。可是你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我们吃什么啊？我们香料用什么？素鸡粉、香菇粉。我们明知道菇类是寒凉的了啦，我们还要吃它的粉类。你们想一下啦。第4点是讲到宗教，当我们一把宗教拉进来讲的时候啊，养生啊、环保啦、健康这些就不重要，因为宗教是种选择，是种信仰。我们看一下和尚啊，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啊？打坐、念佛、化缘。可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现代人，我们做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公司里面要勾心斗角，要怎样升职，回到家要怎样处理婆媳关系，看到孩子要在想我要怎样给我孩子最好的教育，晚上睡觉前又在审视我要怎样把钱放在哪一个投资里面。所以你要的人生到底是哪一种？如果说你向往的人生是跟和尚他们一样的，要平心静气的，无欲寡欢的，无欲无求的，那我们有话讲。可是现实给你的任务真的是这样子吗？这句话我就说到这里。那我讲了这么多不是讲说吃素不好，吃素它可以很好，可是在马来西亚的大环境里面，吃素要吃的养生，吃的健康很难。你可能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开始你吃素的旅程，可是这些原因到底成立不成立？我今天这个 video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反思一下。有些人他听人家讲吃素啊可以养生啊、保健啊、增长智慧啦、造福啊，所以他们就不管3七21都跟人家一起去吃素。结果当身体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啊，像是水肿啦，像是气血越来越虚啦，身体越来越虚弱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一直相信吃素是好的，吃素没有错的，是我身体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子？现在可能有人会觉得，锦龙你这样子是鼓吹人家杀生嘞，你这样子是鼓吹人家吃肉嘞，不对嘞。I don't care。那些吃素吃得好的人，自己的天生素质顶得住吃素的人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讲的东西。我target的人是这些吃素吃了一段时间过后，开始延伸出身体健康问题的人他们到现在还在蒙在鼓里，他们还不曾怀疑是素食带给他们的残害。我就是要借这个 video 让你们知道，吃素吃不对，其实很伤身。吃肉不可怕那这个世界讲求的都是循环，没有所谓的残忍跟不残忍的每个生物活到这个世界都有它的职责，每一个动物生活在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任务。老虎在比较高的阶级，牛马羊在比较低的阶级，所以天生老虎就是要吃牛马羊的。
没有所谓的残忍不残忍，你只可以怪为什么老天爷要发明老虎，你不可以怪为什么老虎那么的残忍，因为这个就是老天爷的方法去控制牛马羊的繁殖数量吗？这一点你们就要看得开。我知道很多人现在的思维就是，我看到龟条仔啊，很想吃；看到那个内脏、猪皮、大肠、小肠啊，很想吃。我身体一直跟我自己讲很想吃，可是我的理性、我的想法一直讲我要吃素，我要吃素，我要吃素，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吃素才是最好的。结果你身体跟你讲的讯息，给你的讯号啊，他已经跟你自己讲，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你要吃一些阳性的食物来补充自己的气血，可是你一直去压抑它，所以你要怎样健康的起来嘞？所以2020年在你们选定新的饮食方法之前，我希望你们多加审视一下。